足下究竟是何人？何事相邀啊？孙东主，别来无恙。太尉，许久未见。船要沉了，想觅一条活路。秦淮社名震江南，为东南3大社之一。如此大一桩富贵，这李元清为何要投献于我？此老是个明白人，南唐有灭国之危，覆巢之下，绝无完卵。那时候，秦淮社几十年的经营生意，免不了会被黄龙社一口吃掉。李元清自幼跟随杨行密出道，行走江湖5、60年，自然不想临近耄耋之年没了下场。那他为何不索性去求父王？这正是其精明之处。他与你父王是几十年前的旧识，深知你父王的性情。若真的将秦淮社交在你父王手中，以你父王的性情、手段，只怕不足1年半载，这偌大的营生人事，便会被吃得干干净净，捐地不剩。那时候，你父王甩个闲差，荣养一生，这不真成了失了爪牙，没了羽翼的大虫。宋军攻克了采石矶，将战船以铁索相连，在江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来。南唐朝廷拜镇海军节度使郑彦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，将镇海军、江阴军尽数西调，以吃宋军。老将军，老将军，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啊？臣下说过，世子为监国，不当做的事情，万不能做。我便是依了老将军之言，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。臣下还有第2句话：揽在手中的军功，万不可弃。军功，先武肃王开国造基，靠的是军功；文穆王承嗣王位，靠的是军功。便是如今的大王能在20多年前权臣桓嗣之下坐稳王位，靠的也是南征福州的开疆拓土之功。天下纷乱，一锤100年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，当了世子，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；进了相府参知政事，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。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，只有军功。大郎兄在军前，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。我一个整日看着印匣子的哑巴世子，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？有的，大郎君能做的，无非是提举梁末、阵前斩首的微末之功。世子要立的，却是为我吴越开疆拓土的不世之功。老将军是在说什么笑话吗？世子，请看，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战，大江南岸的江州、池州、歙州、洪州、饶州、信州，此时
必然军心浮动。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，这些州县的长吏大半都有些交情，只需一封大王的诏命在手，此6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职，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。老将军切莫说笑。宋军兵锋，以敌采石矶，江右6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。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6州，岂不成了虎口夺食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，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！世子殷锐，看得明白，只是世子忘了时间。时间？从荆楚到采石，水路2000余里，宋军一跃而下，攻克江州、宛口、池州、河州、采石等10余站，大小20余站。世子以为宋军能有何余暇去攻城略地呢？老将军的意思是，宋军此战是置江右6州于不顾，全军取水路急进，直扑江宁城下。若老夫料得不错，此时江右6州各县城头之上，还挂着大唐的道旗呢。6州30余县，老将军能劝得他们尽数一纸归附？世子不信。若我是地方首领，破朝之下，安有完卵？宋天子大军压境，破城之危就在眼前。要是降顺，也该是降宋。我吴越与江右之地未出一兵一卒，何能使之降顺呢？若是老夫有兵呢？国中之事，老将军知之甚详。我虽名为世子监国，护持吴越王印玺，可若无沈相公允准，我这个挂名的世子，一兵一卒都调不动。世子听明白了，是老夫有兵。彭里湖中，3万龙翔军将士，280余艘战船，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护。若老夫亲入彭里湖，只需一封加盖前王印玺的招降文告，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。世子，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，莫说是江右6州，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13州100余县，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。吴越5代大王，100余年征伐不断，也才只赚下了13个州的基业。而今，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，便可为吴越再拓土13州。
今日，我吴越雄师抵兵立武，助宋伐唐。此战关乎吴越气运，亦关乎吾辈之荣辱。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，然我吴越豪杰岂有惧哉？诸君当随孤奋力向前，克敌制胜，成吴氏之功业，建太平之殊勋。今刀锋出鞘，兵直入江陵。江宁。老都头，国家要亡了。从武中王到当今天子，从大吴到大唐，前后91年，国祚巍巍。多少袍泽，斩头沥血，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。如今他要亡了。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：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四国四民，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？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本稿，上面压着吴越钱王的印玺。尔等当中，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，只需告知老夫，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食他钱家的俸禄，去苟全他的残生。老都头，您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你若想要活命，只管弃了兵权，去了杭州，高官厚禄不敢保，做个富家翁还是有的。可都想好了，现下留下来的，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。这阵子，老夫一直在想，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，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，如今国祚江中，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？我知道，天子昏聩，不似人君。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，莫说是诸君，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。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，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，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，在杨武中王抚民定乱的盗旗之下，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，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，一砖一瓦，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子孙绵续之国。先武中王崩殂那一年，老夫只有11岁，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，被选入黑云长剑都，只配给老王牵马。
那年出征，老王在马上，老夫在马下。老王问我：“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？”我说：“能吃饱，能吃肉，活着能有一间屋，死了能有一垄坟。”那时候小啊，尊卑都分不清楚。我问老王，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？老王说，他快死了，若有来生，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。为了这样一个国，诸君愿意随老夫一道去死吗？相公，到底出了何事啊？是啊，我也想问问世子，究竟出了何事？相公说的话，为俊听不明白。那我就说得明白些。这些日子，世子与那李元清究竟做下了何等大事？真的做了？只是一份照相文告而已。哦，还有一些除兽札子，没有相公签押，在国中是不能用的。将佑6州，原来相公都知道。还有龙象诀。来，写吧。写什么？向你父王请罪的表彰。陈阿佑，诺。起来！事情已经出了，做这般可怜样子，给谁看？阿俊如今在做什么？沈相公收了大王印玺，将世子交回颐和园，由王妃娘子管教。你阿爹与李元清盘桓了半辈子，何尝吃过他半份亏来？偏你这般糊涂，被人算计了还帮人数钱。我平日里看你也是个有心思的，怎么都用到这些旁门左道上来？儿子也是立功心切，想要为阿爹分忧，为吴越透土。这般浅显至极的伎俩，那李元清拿去骗你大哥，被阿平一眼识破，却又将计就计，反而让他吃了个大亏。你说你平日里处处与你大哥攀比，却怎不知学着点大哥的好处？
儿子自知没有大郎兄那般文韬武略，做了营田使，随后入相府做大参，出使京师，随军提调良资转运，朝野上下无不称颂。儿子也想成为那样的人。阿娘，儿子甘愿辞去世子之位，请阿爹和阿娘顺应内外人心，让大郎兄正位世子。朝中的事情，我向来不懂，也懒得过问。你的世子是你阿爹封的，要辞，当面向你阿爹去辞。做下这般蠢事儿，王都是待不下去了。拿上这封书函，军前寻你阿爹去吧。大王，此事是臣的疏忽，上了那老贼的恶当。此事原本怨不得世子啊。那怨你吗？你自家捅出的篓子，自家去收拾首尾。诺。李元清苦心孤诣，布下这般大的一个局，难道真的是为了将龙翔军和江右六州拱手献于孤吗？此人，孤自幼知其甚深，称他一句国士，亦不为过誉。他不惜忍辱负重，在杭州向阿俊俯首称臣，所图者可不仅仅是我吴越国。如今南唐朝廷上上下下真正的死敌，是占据了宛口和采石矶，在长江上搭起浮桥的朝廷大军，还不快去！诺。元帅，龙翔巨舰上升的是吴越旗。钱家那位宗亲何在？回禀元帅，在营中进食，抱怨肉太粗，酒太酸，又打一尾江鱼来吃。传令下去，毛枪、弓弩、火箭准备。动。钟轩，在。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。诺。太尉，江面上有东西。这边也有。
或有。撤，快撤，撤！众将听令，点火！射箭！周旋呢？回禀元帅，太尉围着军界守卫。把那前世宗亲给老子带上来！回禀元帅，那人不见了。去给老子找回来！找不回来，你也别回来了！诺！传令下去，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，全速回撤。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，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。进攻！禀元帅，太尉带领我军从南北两面突围，包抄贼船，贼军已入溃败之势。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，给我打！别急，快一点！一边！此事总需有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？又想让谁给你交代？这上面的印玺，总须做不得假。报！启禀元帅，镇东、镇海两军节度副使吴越国使臣孙承佑求见元帅。前王的意思是说，招降文告和这些除兽札子，都是吴越国世子所为。世子，也是受李元清这个贼子所蒙蔽。既是如此，前王只需将李元清的首级送来，足以告慰碗口之战战末的将士英灵。周巡，
可现在谁知这贼子逃去何处了呢？却不知前王将如何处置世子。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吗？听沈师傅说过，父王那时做了江东南面行营的官军容使，兼任6路都转阅使，提调诸军粮秣、甲仗、器械工事。我在天沟河，饿不饿？为阿爹无饿。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。是，儿子遵勉。张四使。多。世子，一会儿要紧一点。